路上99%的司机在驾校学习的都是手动挡，但是呢，拿到驾照以后买车首先考虑的却是自动挡，这就造成了很多司机朋友不懂得自动挡正确的起步和停车方法，包括自动挡各种档位如何去应用也不懂，于是呢就在网上去查找教程自己学，但是呢网上很多都是碎片式的教程，你学了这个忘了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动挡完整的详细教学，从启动车辆到各种档位的应用，包括停车熄火的步骤一一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刚上路的新手有所帮助。那首先我们想要开好自动挡车，首先要了解自动挡各个档位之间都是干嘛用的，要知道这些档位它都是怎么用的。接下来暴弟就反镜头来给大家上车讲解一下。好，咱们现在回到车上以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说系好咱们这个安全带，无论你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，咱们上车系安全带都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只有系好安全带以后，咱们上路以后才能保证咱们的行车安全。系好安全带以后，首先第一件事儿，如何启动车辆？咱们右脚大家看一下，直接踩住刹车，然后呢按这个启动按钮，启动就可以了。无论你是一键启动，还是说这个拧钥匙的，咱们记住都不需要2次、3次去启动。那么网络上有很多大神呢，教咱们大家如何去启动呢？咱们先这个右脚不踩刹车，对不对？先去按一下，给这个仪表盘通电，通电以后，等它质检完成以后，再踩住刹车去启动。如果说你这样启动，那它还叫什么一键启动它不如叫2键启动，或者说3键启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暴弟建议大家，咱们只要是自动挡车型，咱们只要踩住刹车，然后呢按启动按钮就可以了，没有那么多余的操作。好，车辆启动以后呢，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第一个档位，就是这个 P 档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 P 档也就是说驻车档，顾名思义就是说当车子需要在车位上停好以后，就需要挂入这个 P 档。挂入 P 档以后，变速箱内部的锁止机构就会启动，在平地上有驻车的作用。那 P 档下面这个 R 档呢，大家看一下 ，R 档也就是说倒车档。当我们在需要往后倒车时，需要切换的档位，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无论你是切换哪个档位，我们都需要右脚踩住刹车才能启动。如果说你的右脚不踩刹车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的档位是切换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切换档位要踩住刹车，然后呢切换档位。切换了这个 R 档以后，也就是说咱们需要倒车时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倒车影像它会显现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点要注意，无论你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，咱们倒车时最好把脚都要背放在这个刹车上去背刹，因为倒车时咱们后方的盲区很大，咱们万一遇到紧急情况，咱们右脚下意识踩下去也是刹车，而不是说油门，对不对？切记倒车时不能用脚去踩油门往后去倒车。那么这个 R 档了解完以后，咱们再往下是 N 档。那么这个 N 档呢，它和咱们手动挡的空档是一个道理，切换到空档以后，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动力传输属于断开的状态。那么空档的使用场景一般是在等红绿灯时，或者说我们在需要临时停车时去用的。这里有一个误区，很多朋友在临时停车或者说等红绿灯时都挂在了这个 P 档上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因为万一后方有车辆追尾了我们的车子，那么挂在 P 档上，变速箱被强行往前推动以后，咱们的变速箱就会报废。所以咱们临时停车应该是挂在 N 档上，然后呢拉起这个手刹，而不是说挂在 P 档上。那么再往下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D 档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咱们平时开车用的最多的一个档位了。咱们右脚踩住刹车，切换到 D 档以后，咱们的车辆就可以往前行驶了。咱们需要加速呢，咱们的右脚就踩这个油门；需要减速，咱们就踩刹车，非常的简单。那么咱们再往下看，旁边这个 S 档，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运动档位。咱们再往下拉一下，切换到这个 S 档以后呢，车辆你的发动机转速它会提高，动力会更加的充沛。当我们需要超车时，就可以切换到这个 S 档。但是平时开车你就不要用这个 S 档了，因为这个 S 档非常的费油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这个手自一体的档位。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自动挡车型它都有这个手自一体的档位，也就是说档位上有个加减号，大家看一下，或者说档位上有个 M 档，或者说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呢它就是这个加减号就是 M 档。咱们把它切换到这个加减号以后，往右边一推，咱们都切换到了 M 档。大家看一下，仪表盘上显示的是 M 档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切换到 M 档以后，档位的提升与下降都需要咱们手动去控制。应用场景有上坡动力不足时，咱们就可以把它切换到 M 档以后，手动把这个档位降低，咱们车子上坡就会更加的有力。再比如说遇到下长坡时，咱们车子由于惯性的原因，它会越跑越快，对不对？因为下坡嘛，惯性的原因，咱们车子是往下溜的，即便说你不踩油门，它的车辆也会越溜越快。这时咱们就需要
不停的用这个刹车去控制咱们的车速了，需要不停的用刹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这个刹车用的多了以后，刹车盘就会非常的热，进而导致咱们刹车失灵的风险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呢，咱们就要学会利用这个 M 档。咱们切换到 M 档以后，手动把这个档位降低，也就是说啊，利用这个发动机的牵制力去下坡，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使用刹车的情况呢？对不对？当咱们遇到紧急情况，咱们也能一脚刹车，及时的停下。这就是咱们这个 M 档它正确的运用方法。一般咱们平时用不到，但是关键时刻有大用。那如果说你的车辆上没有 M 档，咱们可以看看有没有 L 档，这个是和 M 档功能差不多的，都是一个低速档位。切入到 L 档以后，车子的扭矩就会升高，一样可以让我们在上下坡的时候去使用。那档位这些档位咱们都了解完以后，咱们再去开车就简单多了。接下来暴弟呢，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档正确起步的步骤。好，现在暴弟回到车外，从头到尾的给大家去讲一下咱们这种档如何正确的起步。我们上车以后，还是那句话，把这个安全带给系好。好，系好安全带以后呢，随后呢，我们这个脚踩住刹车。第二步，按下启动按钮。车辆启动以后呢，第三步咱们右脚的刹车不要松开，咱们直接把这个档位从 P 档直接切换到 D 档，再把这个手刹给松开。很多朋友呢做到这一步，直接把车子就开走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还要注意看一下我们的仪表盘，看看仪表盘上有没有其他红色的指示灯，或者说其他的提示灯。如果说你的车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像我这种情况，车辆扎胎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发现，你上路以后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上路前一定要检查好我们的车况。其实呢，暴弟更建议我们上车前绕车走一圈。为什么说要绕车走一圈呢？咱们应该看看车子周围有没有影响咱们出行的障碍物，看看咱们的轮胎有没有裂痕和鼓包，对不对？就像刚才提示暴弟轮胎扎钉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如果说没有检查，上路以后就很容易爆胎。咱们再看看咱们的后视镜，两侧的后视镜有没有打开。你不要不以为然你不要觉得没必要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今天早上开车在路上看到的一辆白色的小车，它的后视镜都没有打开，就在路上开车了。你这样右侧后方相当于瞎了一只眼一样，你说危险不危险？所以咱们上车之前最好把咱们绕车走一圈，排除安全隐患以后再上车。那么做完了以上几步呢，我们就可以松开脚刹，把车子给开走了。那松脚刹的时候呢，要慢慢的松开。松开之后，即便说你没有加油，大家看一下，车子也会以一个怠速的速度往前走，大约就是说5码的速度，对不对？需要加速咱们就踩油门，大家看一下。需要减速，咱们就踩刹车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一点，暴弟要提醒大家，咱们开这种档车，切记千万不要用两只脚去开车。很多司机在驾校学的是手动挡他是两只脚开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出了驾校，买了车，买了正档的车，他开车还是两只脚，左脚刹车，右脚油门的。这样遇到紧急情况，咱们非常容易踩错。因为你开手动挡虽然说是两只脚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左脚踩的是这个离合器呢？对不对？你还是右脚一只脚控制着油门和刹车。所以咱们开正档切记一样是用右脚控制油门和刹车就可以了。你左脚没事干就放在这个休息踏板这里去休息。那么正确踩油门和刹车的方法，这里暴弟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做到你记住一句话：正踩刹车，斜踩油门，脚跟不动，脚尖动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旋转的去踩油门和刹车。你不需要这个踩油门的时候呢，咱们就把脚松开，咱们把脚背放在这个刹车踏板上，你也不用踩下去，你就这样背放的，对不对？遇到紧急情况，咱们下意识的一脚踩下去，也是刹车，而不是说油门。很多新手一开始这样可能说不习惯，不过新手这段时间正是咱们养成良好开车习惯的重要时期，这样才可以尽可能的避免事故的发生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后暴弟再来给朋友们讲一讲这个正档停车的步骤。停车大概是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这种比较平坦的路面上停车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种平路上停车的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停车以后，也就是说车辆停稳以后，我们只需要右脚踩住刹车，等车辆完全停稳以后，然后呢直接把档位从 D 档切换到 P 档，然后呢拉起手刹，然后呢就可以熄火走人了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，在这种坡道上面停车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种斜坡上，我们停车就不能按照刚才暴弟分享的这种方法去操作了。如果说你还这样操作的话，那很有可能会对你这个变速箱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。正确的操作步骤应该是这样的：咱们先踩住脚刹，也就是说将车辆停稳以后，然后呢把车子档位从这个 D 档推到 N 档上，然后呢拉起手刹，
再松开脚刹，然后呢再踩下脚刹，再把档位切换到 P 档上，再熄火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，为了让车子在斜坡上的惯性的下滑力作用在手刹上，先作用在手刹上，而不是说先作用在车子的 P 档上。如果说你还是直接在斜坡上停车，直接 D 档推 P 档的话，那么你在下次开车挂档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坡道的下滑力都是作用在 P 档的锁止齿轮上。你这样偶尔1、2次没啥问题，但如果说次数多了以后就会导致咱们的变速箱齿轮损坏，车子就需要进修理厂了。你想想，2个小小的齿轮，它能承受住咱们车子将近2吨重的重量的下滑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停车的时候先把档位切换到 N 档上以后，让车辆的变速箱处于一个不连接的状态，空档的状态下，我们先用手刹将车辆给制动，让车辆不下滑以后，咱们再踩下刹车。这时的力完全在手刹上，而不是说 P 档上。这时咱们再切换到 P 档，停车对变速箱非常的好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关于自动挡起步和停车的步骤，你学会了吗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。奥迪不求点赞，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。闪力事故，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。